瑶瑶，难道你忘了吗？当初你出车祸大出血，如果没有黄金血就死了，是我不顾危险，把血输给你才把你救下来的。还有你林金玉，你考上大学没学费，是我不顾危险下井去挖煤，凑了8000块钱给你当学费的。结果你们现在宁愿无条件的相信林子轩这个小白脸，也不愿意相信我是吗？我这么多年的付出，还抵不上这个小白脸的3言2语是吗？我们曾经的诺言呢？啊！这有2000块钱，你们俩1人1000，拿着当路费。去吧，去大城市闯荡，家里不用操心，我来照顾。飞哥，你的钱都给我们凑去当学费了，你从哪儿弄到这2000块啊？你去卖血了？林飞，你对我们真好。飞哥，等我们去城里闯荡有出息了，我们一定会回来好好报答你的。等我毕业了，我就回来嫁给你。我也要嫁给你，我也要。好，等我以后有钱了，我把你们俩都娶了，照顾你们一辈子。嗯，快去吧。林飞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我林子轩呢，也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。只要你把这瓶酒喝了，我今天就豁出去来，亲自替你给族长大人求情。林子轩是我们林家村的大功臣，他给你求情，可以免掉1半的惩罚。林飞，你看到没有？我们子轩多大度啊！你都这样欺负他了，他也没跟你计较，还不赶紧把酒喝了？我昨天晚上为了给乡亲们签下砂糖局的合同，我已经喝到胃出血了。我现在不能再喝酒了。唉，我知道，我都懂，那是我不配。我一个没身份、没地位的小助理，怎么能让林飞您这样的大人物喝酒呢？哎呀，飞哥这样的人呀，只会给那些年轻有为的富婆们喝酒。林飞，你的酒量我们又不是不知道，你一顿能喝5、6斤白酒呢，这点酒对你来说算什么呀？再说了，合同是我们子轩签下来的，你陪哪门子宋总喝酒啊？当着祖宗面前撒谎，你是想再加10鞭吗？马小姐，算了，是我不配，别再难为飞哥了。子轩都这么大度了，你还要不识好歹到什么时候？你就不能像子轩一样大？快快快，他喝太多酒了，胃出血，快准备洗胃。来，飞哥，求求你想想办法，把村里的砂糖橘卖出去吧。我爸都没钱吃药了，就等着砂糖橘换药吃呢。飞哥，我房子还欠了3万的贷款，要是砂糖橘再卖不出去的话，银行就要把我的房子收走了。咱们是青梅竹马，你可一定要帮我想想办法。林飞啊，你放心，只要你能把全村的砂糖橘全部卖出去，今年的腊月祭祖，你们家做主桌主位，上第一炷香，光宗耀祖啊！好，我试试。族长，瑶瑶，金玉，我做到了。我把咱们村的砂糖橘全都卖出去了。
村民们有钱过年了。瑶瑶，你爸治病的钱有了。金玉，你的房贷也有着落了。这个价格，林飞是怎么做到的？酒精肝、脂肪肝，还有胃穿孔，你身体这么差，还喝这么多酒，不要命了？喝点酒就能把我们村的砂糖橘都卖出去，让大伙儿过个好年。不亏，别再喝了，不然下次小命都不保了。村民们注意了，今天呢是我们林家村腊月祭祖的日子啊，也是咱们村把砂糖橘全部卖完的日子。啊，咱们全村啊，一会儿去祠堂祭祖吃饭。吃完饭以后呢，咱们就等着收购商送钱过来。全村就在祠堂现场给大家分钱，每家每户都有份儿。走。宋总果然是实在人，昨天刚签了合同，今天就派车来村里装砂糖橘了，待会儿还要过来送现金，真是太实在了。还好我给他准备了礼物。我帮村里赚了钱，爸妈这次祭祖能做主桌了，我也算是光宗耀祖了。爸妈，我们进去。哎，走。今年腊月祭祖啊，咱们家能做主位、光宗耀祖，全靠了林飞。咱们家以后在村子里啊，就可以扬眉吐气了。主位不主位无所谓，主要是能帮到乡亲们，要不然那1000万斤砂糖橘烂在果园里，多少家庭吃不上饭。爸妈，你们放心，我以后会继续给你们长脸，继续帮乡亲们。来，做主位，我给你们拍照留念。好，来。瑶瑶，金玉，你们干什么？这是我家的主位，让他做干什么？林子轩，起来，这不是你能坐的位置。瑶瑶姐，金玉姐，要不我还是别坐这儿了，林飞好凶，我好怕呀。哎，子轩，别怕，有我和瑶瑶在呢，林飞欺负不了你。没错，这个主位啊，只有子轩大功臣才配坐，他们林飞一家根本没资格坐在这里。你说什么？你全村的砂糖橘都是我卖出去的，你爸的药钱有了，还有金玉，你的房贷也有了，乡亲们也都有了过年的钱，我没资格坐这个位置啊！林飞，你自己做的事儿，你心里没点数吗？非要我们揭穿你？我做什么了？林飞，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老实交代，村里的砂糖橘是你卖出去的吗？瑶瑶，你在说什么呢？不是我还能是谁卖出去的？撒谎！咱们村的砂糖橘全都是林子轩卖出去的，跟你林飞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林飞啊，你真是太让我失望。你做人能不能有点底线？我告诉你，在列祖列宗面前弄虚作假，可是要挨家法的。村长，不可能，您肯定是搞错了。
他就是我的助理，他只负责给我开车和拎包，怎么可能是他卖出去的？这是我求了人家宋总10几次，我喝酒喝到吐血，才让宋总跟我们签的砂糖局的合同，跟他林子轩半点关系都没有啊！还撒谎！子轩都说了，昨天晚上你扔下宋总，自己就去陪富婆开房快活去了。是我们子轩苦苦哀求才把合同拿下来的。他苦苦哀求。好啊，我现在就给宋总。哎，瑶瑶姐，金玉姐，既然林飞这么想要这个功劳，要不我还是让给他算了。那毕竟我也是飞哥一手带出来的，我还是他的助理，那我签的合同就相当于是他签的了。王八蛋，这合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够了，林飞，恼羞成怒是没有用的。砂糖局本来就是子轩的功劳，我和瑶瑶亲眼见证的。哎，宋总，我是林子轩，1000万斤的砂糖局已经弄好了，您现在可以派车过来装货了。好，我马上派车过去，辛苦了。哎，走吧。林飞肯定是昨晚喝伤了，没起得来床，所以才派助理联系我。你赶紧派车去装货吧。是。金宇，你为了帮他打我，你抢子轩的功劳，你还威胁他、欺负他，难道不该打吗？林飞，我知道你想要证明自己、表现自己，但你也不能因为子轩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就往死里欺负。我哪里欺负他了？这些明明都是我做。林飞，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啊？你抢子轩的功劳，还丢村里人的脸，简直就是给列祖列宗抹黑。瑶瑶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儿子做了什么，给村里丢脸，给列祖列宗抹黑了？对，这关系到我儿子的声誉，你把事情说清楚。不是你们凶瑶姐干什么呀？有什么冲我来啊？之前林飞帮村里面的人卖红薯、卖西瓜，凭什么一下就卖出去了？那是因为林飞不仅陪富婆喝酒，还出卖自己的身体。什么？卖身签合同？林飞，这种羞辱祖宗的事儿你都干得出来？王八蛋，你在这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林飞这孩子，我是知道的，他不是那样的人，无凭无据，凭什么污蔑我儿子？是不是污蔑？看看这个就知道了。我呸！林飞，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，人家村的脸都让你丢尽了。这些咱们村一直都民风淳朴的，哎，名声在外也是杠杠的，没想到今天却出了你这么一个害群之马。呸！林飞，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啊，组长，我没做过这些事儿，这些照片都是合成的，是他林子轩诬陷我。林子轩，枉我平时那么信任你，对你那么好，你竟然做出这种事来诬陷我！林飞，虽然证据确凿，你狡辩还有什么用啊？你还是老老实实的认错吧。我又没做过，我认什么错？组长，林飞给村里抹黑还不知悔改的行径，该怎么处罚？按照家族规定，林飞行为败坏，冥顽不灵，应鞭刑10下，否则提出左府，逐出村子。来人，上家法！林飞，你要不想被除名逐出村子，那就赶紧给我跪下，向列祖列宗告罪。组长，我没做过这些事儿。哎，组长，不要打飞哥，要打就打我。早知道会惩罚飞哥，我就不说出他以前做那些丑事儿了。子轩，这不关你的事儿，是他林飞自己作奸犯科，是他抹黑全村的。你说出来也只是为了村里的风气罢了。是啊，子轩，你不要感到愧疚，你这样也是为他好，能帮他改正错误。不然啊，他迟早染一身病。瑶瑶，金玉，你们要相信我呀！跪下！
组长，林飞他打小身子骨就弱，这10鞭子要是下去了，他就残废了。是啊，组长，万事好商量，何况这事儿还没调查清楚。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无规矩不成方圆。林飞伤风败俗，有损村子名声，让祖宗蒙羞，还死不悔改，就该惩罚。林飞，如果你不想受苦，移除族谱，滚出林家村！不行，组长，我求你了，你看在这大过年的份上，你就网开一面，你别把林飞踢出族谱，你别把我儿子赶出村子。林飞他愿意受罚，但是我请求由我来承担，因为他身体不好，这10鞭子要是打上去，他就毁了。好啊，子不教，父之过。既然你替他受罚，那鞭刑20，今天这事儿就算过去了。不准动我爸！有什么事冲我来。林飞，你是我们家的希望，你不能出问题。今天爸就是死在这儿，也不能让你受任何伤害。组长，我林大富甘愿受罚。好。组长，这个照片真的是合成的，我是被污蔑的。你不信？你不信可以问林静玉和林瑶瑶他们，他们俩能看出来这照片是合成的。瑶瑶、静玉，你们替我说说话，帮我解释一下呀。照片是合成的吗？瑶瑶姐、金玉姐，难道你们也认为是我合成的照片污蔑林飞吗？唉，我知道你们跟林飞是青梅竹马，我就是一个小助理，在你们心里，我肯定比不上林飞重要。子轩，不是你想的这样的，我们相信你。照片我们已经看了，林飞，这根本就不是合成的，这就是你自甘堕落的证据。看在相识一场的份上，我最后提醒你一句，你赶紧承认自己傍富婆，还有抢子轩功劳的事情。现在承认错误，我和金玉还可以认你这个朋友，还可以替你向组长求求情，否则你就自求多福吧。林飞，你也不要怪我们，我们现在大义灭亲，只是希望你能早日重回正途。没想到啊，真是没想到啊，林瑶瑶，难道你忘了吗？当初你出车祸大出血，如果没有黄金血就死了，是我不顾危险把血输给你，才把你救下来的。还有你林金玉，你考上大学没学费，是我不顾危险下井去挖煤，凑了8000块钱给你当学费的。结果你们现在宁愿无条件的相信林子轩这个小白脸，也不愿意相信我是吗？我这么多年的付出，还抵不上这个小白脸的3言2语是吗？我们曾经的诺言呢？啊！这有2000块钱，你们俩1人1000，拿着当路费。去吧，去大城市闯荡，家里不用操心，我来照顾。飞哥，你的钱都给我们凑去当学费了，你从哪儿弄到这2000块啊？你去卖血了？林飞，你对我们真好。飞哥，等我们去城里闯荡有出息了，我们一定会回来好好报答你的。等我毕业了，我就回来嫁给你。我也要嫁给你，我也要。好，等我以后有钱了，我把你们俩都娶了，照顾你们一辈子。嗯，快去吧。林飞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我林子轩呢，也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。
只要你把这瓶酒喝了，我今天就豁出去了，亲自替你给族长大人求情。林子轩是我们林家村的大功臣，他给你求情，可以免掉一半的惩罚。林飞，你看到没有？我们子轩多大度啊！你都这样欺负他了，他也没跟你计较，还不赶紧把酒喝了？我昨天晚上为了给乡亲们签下砂糖局的合同，我已经喝到胃出血了。我现在不能再喝酒了。唉，我知道，我都懂，但是我不配。我一个没身份、没地位的小助理，怎么能让林飞您这样的大人物喝酒呢？哎呀，飞哥这样的人呀，只会给那些年轻有为的富婆们喝酒。林飞，你的酒量我们又不是不知道，你一顿能喝5-6斤白酒呢，这点酒对你来说算什么呀？再说了，合同是我们子轩签下来的，你陪哪门子宋总喝酒啊？当着祖宗面前撒谎，你是想在家尸边吗？马小姐，算了，是我不配，别再难为飞哥了。子轩都这么大度了，你还要不识好歹到什么时候？你就不能像子轩一样大度一点吗？我真不能喝酒了。这个是我昨天喝的胃出血，去医院急救的单据。林飞，我没想到你为了不喝酒，竟然伪造医疗单据。我看你做人是一点底线都没有。今天这酒，你喝也得喝，不喝也得。你干什么？儿子，我也是为了你好。这个酒你喝了，林子轩才能给族长求情，你爸也能少受。儿子，你怎么了？儿子，林飞真的吐血了。这血怎么来的这么快？难道是咬破舌头弄的呀？林飞，没想到这个时候了你还弄虚作假，你真是对不起子轩的一片苦心啊！少废话，现在酒我也喝了，放开我吧。林飞，不好意思呀，你喝的是金玉姐给你的酒，不是我给的，所以个畜生，你竟然敢耍我，老子弄死你！林飞，你闹够了没有？你居然也为了他打我，你看不出来他是在戏耍我吗？就算子轩有错又怎么样？你就能先动手打人吗？你一个大男人怎么格局这么小？再说，子轩说的也没错啊，你喝的是金玉给你的酒，你要子轩替你求情，那你就把他手里的酒喝了，不过是多喝一瓶而已。你又不是喝不了，至于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？人家林子轩给他酒，是他自己不喝的，怨得了谁呢？就这种伤风败俗的东西，人家林子轩给他酒，那是看得起他，简直是给脸不要脸！呸！好，既然你们无情，那就别怪我不义。我今天就把话撂在这儿，我不喝这个酒。谁要是敢打我爸，我林飞将不再为林家村销售任何农产品。林飞，你以前不就靠出卖自己的身体，勉强帮乡亲们卖了点货吗？啊，我今天一口气就卖掉了1000万斤的砂糖橘，顶你干10年了。有我在，你就不可能威胁大家。我今天也把话撂这儿了，你林飞能卖的货我也能卖，你林飞不能卖的货我一样能卖，这就是我林子轩给全村人的承诺。不错，我们有了林子轩，我就不怕你林飞威胁我们，威胁不到我们林家村了。再说，你伤风败俗，
靠出卖身体得来的单子，这样丢祖宗的脸的合同，我宁愿饿死、冻死、渴死都不要。对，我们不要，不要！你们当真以为宋总他是看在林子轩的面子上，才收购林家村的砂糖局吗？林飞，你别吹牛了，你老老实实承认错误，这很难吗？放开！林飞，我这也是为了你好。现在立刻承认错误，一切还有回旋的余地，否则我就代替组长执行族规。你敢！你要是敢动我爸，我就立刻打电话给宋总取消合作，我会让林家村的砂糖局全部烂在地里。林飞，你还在冥顽不灵。老公，放！喝不喝？这是你逼我的。宋总，合作取消。宋总是出了名的洁身自好，不是你林飞靠出卖身体就能讨好的。可不是吗？哎，就你林飞，私底下都不知道陪了多少老女人啦。宋总啊，他只会嫌你脏，他怎么会看得上你呀？啊，林飞，你也太天真了吧！你以为你谁呀？啊，仅凭一个电话就能终止合作？人家宋总会听你的吗？哼！发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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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林飞，看见了没有啊？啊，货车都已经开走了，你根本就没有资格跟我斗，赶紧跪下认输吧！看来真是我们紫萱签的合同呀，否则车队怎么会听他的？你信不信？我倒数3闪，林家村装砂糖局的货车全部都会回来。林飞，这个时候了你还嘴硬，我看你真的是失心疯了吧3，林飞，你就承认自己失败吧，这不可耻。你嘴硬只会让我们感到恶心。2，组长，我不求情了，继续行刑吧。死不悔改，我来打。1。解放！什么？货车居然倒回来了？难道说跟宋总签订合作协议的真的是林飞？子轩，这货车怎么回来了？是怎么回事？现在我说村里的砂糖局都是我卖出去的，你们信了吗？现在我说你们若是敢动我爸，我让你们的砂糖局全部烂在地里，你们信了吗？林子贤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难道砂糖局真是林飞卖出去的？不是他，是我卖的，是你卖的，那赶紧让他们拉走啊！要是烂了，算谁的？组长，我相信子轩，这肯定有误会。子轩，你快让车开走。发车！发车！卸货！怎么会出事啊？怎么听他的呀？哎，怎么卸货了？怎么听林飞的指挥啊？那还用说吗？这合作协议呀，一定就是林飞签的。我呸！搞半天是这林子轩想抢人家林飞的功劳。我就说嘛，林飞这孩子啊，我打小就看好他。对，差点就冤枉人家林飞了。组长，快把大夫扶起来，这可千万打不得呀！啊，对，哎呀，大夫啊，误会解除了啊！这砂糖局确实是林飞卖出去的。哎，今天这个主位非你们家莫属。来，请坐，请上座。组长，
现在既然已经搞清楚合同是我签的，那他林子轩污蔑我，冒领功劳，按照族规处罚，我要你对他鞭刑10下，以儆效尤。不能打！行了，林飞，子轩也就是跟你开玩笑而已。你一个男人，格局大一点，不要斤斤计较。对啊，你是老江湖，何必这么为难子轩啊？得饶人处且饶人。得饶人处且饶人，你们有脸说出这种话？他林子轩刚刚污蔑我，逼我喝酒打我爸，你们怎么不让他林子轩得饶人处且饶人？这鞭刑我打的，我爸打的，就他林子轩打不得是吗？人家子轩是名牌大学的高材生，是天之骄子，前途无量，哪里是你一个村妇能比的？就是，就算现在这个合同能证明是你签的，但又有谁知道这是不是你睡出来的呢？如果这事儿闹大了，你也就……你管这个合同是不是我睡出来的？我就问你，这个合同是不是我签的？他林子轩是不是冒充我功劳污蔑我？林飞，你就给我个面子，这事就过了吧。给你面子，你哪来的脸呢？今天他打了我爸，这事就过不了。组长，你刚才也说了，我有国法，家有家规。现在我要你按照族规，鞭打他林子轩。不能打子轩，林飞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我已经低声下气的让你给我个面子，你还想要怎样？林飞，你是不是看着我跟瑶瑶和子轩关系好，你心里吃醋，所以你非要让组长来严惩子轩，就是为了让我们多求你？我劝你，少用那些农村妇女的争宠手段，一点意义都没有。只要你放过子轩，我可以让你继续亲近我们。吃醋？就你们也配？我要的是公道，公道！组长，一碗水您得端平，你要是端不平的话，您以后还怎么让村民服你？这个没错，合同确实是你签的，全村的砂糖橘也的确是你卖出去的。我之所以这么做，其实并不是想占你功劳，我就是想试探，让你亲口说出这个合同就是你签的。没错，这合同是我和宋总签的，有问题吗？很好，我就怕你不承认呢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让大伙看清你的真面。啊，2.5块一斤，合同上写的2.5块一斤，你林飞居然给我们2块钱一斤啊！林飞，啊，原来你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人呐！咱们乡亲们那么信任你，结果你吃回扣，赚黑心钱。没错，但是那有什么问题？1斤砂糖橘你就赚5毛钱，咱们全村足足1000万斤的砂糖橘啊，这你就赚了500万呐！500万，整整500万啊，乡亲们！林飞，你赚那么多钱，是留着给你全家吃药的吗？你嘴巴给我放尊重点。林飞，不是大家不尊重你，而是你太缺德，太没有良心了。大家骂你也是应得的。林飞，我们真的是看错人了，没想到你黑心到连乡亲们的血汗钱你也贪。林飞，今天这件事你必须给大家一个交代，否则我就把你赶出村子去。儿子，你还是赶紧跟大家说清楚吧。爸，别担心。我问你，周围村子今年的砂糖橘最高卖到了多少钱一斤？最高1.5块一斤。即便是1.5块一斤，那他们的砂糖橘都卖出去了吗？卖完了吗？今年大丰收，他们只卖出去了6成，其余4成基本上都烂在了地里。听到了吧？我把咱们村的砂糖橘卖到了2块钱一斤，而且我把所有的砂糖橘全部都卖完了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你让乡亲们多赚5毛钱怎么了啊？人家宋总给你的是2.5块一斤，你就应该给乡亲们2.5块一斤。凭什么你1斤砂糖橘要赚5毛钱呀？就是，
乡里乡亲的，你赚这么多黑心钱，林飞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你现在怎么掉钱眼子里了？林飞，我知道你变了，但我没有想到你变得这么的市侩，你太让我和瑶瑶失望了。我掉钱眼里，我市侩，没掉钱眼里，你凭什么赚乡亲们的钱啊？啊，你知道500万是多大的数目吗？好啊，那我告诉你，我凭什么？就凭大冬天的，你们都在被窝里睡暖觉，我大早上出去要跑客户；就凭大晚上的，你们一家人都在家里合家团聚，我要陪客户喝酒喝到深夜；就凭这些应酬开销的支出，全部是我自掏腰包；就凭我为了让大家的砂糖橘全部卖出去，我喝酒喝到吐血，大半夜的倒在雪地里，被人家拉到医院去洗胃。我这么辛苦，拿自己命挣的钱，怎么？这钱我不应该挣吗？我就不能挣吗？林飞，你还真是没良心呀！啊，你这些年帮乡亲们卖桃子、卖西瓜，赚了多少钱？你还没赚够吗？现在大家伙就等着卖点砂糖橘过个好年呢，你帮点忙怎么了？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绝对不会赚乡亲们的1分1毫。林飞，你听听，人家子轩多无私呀！你再看看你自己，你就不能多跟子轩学一下？这次的砂糖橘，你必须给乡亲们2块5，不然的话，你会失去我和瑶瑶。那我呢？车费、油费、请客吃饭、维护关系，这一点不需要花钱。还有一些坏掉的砂糖橘，最后这些损失都要我来承担。怎么？难道要我亏着钱不挣钱办事啊？你之前给乡亲们卖农产品赚了那么多钱，你亏点钱怎么了？我看你啊，就是自私、贪婪、心黑。林飞，你还是几年前的你吗？现在的你怎么变得这么的贪婪，这么的狠毒啊？你连乡亲们的血汗钱都不放过，请客吃饭能花几个钱啊？再说了，你不一样也享受了吗？茅台、华子、龙虾，你断过吗？我行了，在场的都是父老乡亲们，这次的砂糖橘，你给乡亲们2块5，再把之前赚的钱还给大家，一家1万块。咱们村一共有500户人口，总计500万。只要你答应以上2个要求，我可以帮你说情，让族长和乡亲们原谅你。今天这事儿就到此为止了。对，让林飞还钱，还我们的血汗钱。没错，还我们血汗钱，还我血汗钱。林飞，我也是为你好，听我一句劝，赶紧把钱拿出来还给大家。这大过年的，别搞这高兴。钱没了，都花完了。什么？都花完了？你把乡亲们的500万血汗钱都花完了？我看你就是不想拿钱出来吧？你都这个时候了，还不识好歹呢？赶紧的把钱拿出来，不然我和瑶瑶就跟你恩断义绝，让你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舔我们。你说什么？恩断义绝？哼，我真没想到，这话竟然是你林金玉口里说出来的。这些年我赚的钱都花在哪儿了？别人不知道，难道你林金玉和你林瑶瑶还不知道吗？我又不是你老婆，我怎么知道你把钱花到哪里去了？去年你爸得了胃癌，为了给你爸治病，我花了整整180万。这事儿你不知道吗？还有你林金玉，你读大学，你的学费、生活费全部都是我出的，至少有20万，难道都忘了？还有，当年你们2个人身上加起来连1万块钱都没有，你们非要在城里买房，你们俩找我来借钱，我借了你们1人100万。从毕业到现在，这么多年了，你们一直都没还给我。你们不是要让我把钱吐出来吗？好啊，那就把这400万全都给我拿出来！说话呀，把钱还给我呀！金玉、瑶瑶，林飞的赃款都给你们用了。组长，你别听他污蔑。我污蔑你？我手机里还有转账记录，要不要我把它打印出来，贴在咱们祠堂，让大家都看看？林飞，你还是不是男人啊？你怎么一点担当都没有？
那些钱是你自己愿意给我们花的，不是我求着你给我们的。你现在怎么好意思要回来了？我和瑶瑶要知道你赚的是黑心钱，我们不会花你1分钱。林飞啊，林飞，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子了？你不仅吸乡亲们的血，你还想用这些钱拖我和金玉下水？啊！既然你们嫌这些钱脏，那就全部都给我吐出来！瑶瑶姐和金玉姐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花了你林飞的钱，你没资格要。而且，冤有头债有主，是你林飞吃了乡亲们的黑心钱，你就应该把钱还给乡亲们。不管你拿这个钱干了什么，花在了谁身上，那都是你自己的事儿。你要还是个男人，就自己扛起来，然后老老实实的把钱还了。而且，刚才你算的那些账上只有400万，还有100万呢，你拿出来啊！林飞，你看子轩多大度啊，还专门给你台阶下呢。你别给脸不要脸，快把那100万拿出来！不错，小兔崽子，赶紧把100万给我拿出来！小畜生，赶紧把吃了我们的血汗钱都给吐出来，不然的话，你们一家人就滚出林家村！不用你们赶我们。今天这件事结束之后，我们会自己搬出林家村的。就算你要离开林家村，你也先把那100万拿出来，还要给乡亲们立个字据。乡亲们，乡亲们，听我说一句，我家菲儿是在这中间赚了钱，可他这赚的都是辛苦钱，而且这钱他没有白拿。这些年，他为了能让卡车开进来村里的路，还有路灯，这都是林飞自己自掏腰包建设的。还有，今年这祠堂的修缮，不也是林飞拿的大头吗？再就是村民们的生老病死，还有手头急救，林飞他不都是又出钱又出力的在帮大家呀？他赚的这些钱，他都花在了村里和大家的身上，他真的没钱了。是啊，菲儿这些年为了村子里忙前忙后，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好，赚的钱越来越多，不是吗？这倒也是，林飞啊，虽说从中间赚了我们一点钱，这让我们的确啊，在几个隔壁的村子中间呢赚的最多。不但如此呢，这些年咱们村的一些硬件设施，包括我们的祠堂，都是林飞他自掏腰包给建成的。照这么看的话，林飞对咱们村的确有功啊。再说了，林飞一句话就能把货车给喊回来，咱们要是得罪了林飞的话，他不给咱们卖砂糖橘怎么办呢？而且呀，林飞跟宋总非常熟，宋总又是咱们县最大的收购商，林飞就算黑了咱们钱，咱们也只能忍着啊。你们都错了，我也有宋总的联系方式呀！反正都是采购我们林家村的砂糖橘，那宋总跟谁合作不是合作呢？凭什么只能跟他林飞合作呢？而且没有我们林家村的砂糖橘，宋总今年就只能卖充气。子轩，你没开玩笑吧？我现在就打电话给宋总，而且我保证绝对不会赚乡亲们1分1毫的。好，快给宋总打电话试试。宋总，你好，我是林家村的林子轩，林飞的助理，早上跟您联系过了。哦，什么事儿？宋总，是这样的，以后咱们林家村砂糖橘的项目由我全权来负责，您看可以吗？宋总，您就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把这件事情干好的，绝对不会让您失望。可以，以后我就直接和你对接。宋总，您不是答应和林飞合作吗？怎么现在和林子轩合作了？这你就不懂了。林飞前脚刚取消合同，后脚林子轩就来求合作，这明显就是林飞忙不过来了，想要培养他的助理。既然林飞要培养他的助理，那我们就给林飞一个面子，全速去林家村，给我的好弟弟站站台。好。大伙儿都看见了没有啊？我一个电话，宋总就直接答应跟我合作，和我对接了。不就是卖点农产品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呀？至于在1斤砂糖橘上面赚大家5毛的黑心钱吗？还是我们子轩大的，比那个白眼狼林飞强多了。
林飞，你跟子轩同样是男人，怎么做人的差距就这么大呀？就是啊，一个电话都能嘴皮子的事情，他林飞竟然从中间吃我们那么多的黑心钱呐！我呸！就是个人渣畜生呐！小畜生，今天就在祠堂当着列祖列宗的面，把吃了我们的黑心钱掏出来！掏出来！出来！你们难道都是傻子吗？都听不出来吗？宋总是看在我的面子上才愿意跟他林子轩对接的。林飞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怎么还这么没有自知之明啊？你就是一个高中生，任子轩可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，宋总想跟谁合作，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？就是，你说宋总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才跟子轩签合同，你到底哪里来的底气啊？你说这个话，你不会脸红吗？难道你就承认子轩比你优秀这么难啊？他林子轩是个什么货色，很快你们就会知道。你少说大话了！今天你吃乡亲们黑心钱的事情必须解决。虽然我跟金玉是用了你的脏钱被玷污了，但是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我们不会把事情做得这么绝。只要你答应把钱慢慢还给乡亲们，我和金玉会帮你说情的，会让你们好好过完今天，安稳过个年。否则，你们今天就会被踢出族谱，逐出村子。没错，林飞，你今天必须要立个字据，承诺把那500万全部还给乡亲们，不然我就要执行族规。族长，我们是土生土长的林家村人，我们的根和祖坟都在这儿，你不能赶我们走。你不想滚，就叫你儿子写个欠条。是乡亲们那么多的钱，简直是丧尽良心。林飞，我给你个机会，你把欠条签了，然后再做我的助理。我可以答应1个月给你1万块钱的工资，这样你干50年就可以还清乡亲们的钱了，怎么样？林子轩，别得意，你现在有多嚣张，待会儿就有多悲惨。林飞，你还真是无药可救。子轩这么帮你，你还威胁他，你真是狼心狗肺。行了，瑶瑶，他再也不是以前那个无私付出的飞哥了。你们2个才真正是狼心狗肺的东西。这么多年，我林飞就算是养一条狗，也都比养你们2个好。至少我养条狗，它不会恩将仇报，更不会在今天这种时候对我落井下石。林飞，我这是为你好，你还是不懂吗？今天这个字据，你签还是不签？你要是不签，我跟金玉就再也不会管你了。你还是管好你自己吧，我林飞不需要你管，也不稀罕你管。林飞，你别后悔。我确实是后悔，我后悔我眼盲心瞎，遇人不淑，为你们2个掏出了真心。好，这话可是你说的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和瑶瑶跟你林飞恩断义绝，从此再不瓜葛。好，那就这么说定。哎，大伙儿快看呀！啊，林飞父母身上穿金的戴银的，这可都是拿咱们乡亲们的血汗钱买的呀。既然他林飞没有钱，那就把他父母身上的饰品全都拿下来，就当是这500万的利息了。你们敢？你们今天要是敢动我爸妈，我让你们今年所有人的砂糖橘全部都烂在地里。我们现在有林子轩，你算个屁呀！放开我！让开！你们不能这样，这东西是我林家祖传的，不是林飞买的。妈，混蛋！你们这群狗东西，放开我爸妈！放开他们！三界四周不可求，爱恨凡尘生死交织。放开！你们不能这么无法无天！儿子，是妈的错，妈不应该让你回村里帮他们买东西，是妈的错，妈的错。你们敢欺负我爸妈，我要让你们所有人都付出代价！我宣布，林飞吃村民的黑心钱，
死不悔改，还威胁村民。从今天起，林飞一家踢出族谱，逐出村子。我看谁敢把我的好弟弟逐出村子！我看谁敢把我的好弟弟逐出村子！林飞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宋总，抱歉，我们村出了点变故，这1000万斤的砂糖橘，我今天交不了货了。没事儿，反正还有3年时间，你慢慢来，姐相信你。他林飞交不了的货，并不代表我林家村交不了。宋姐，你好。等等，你谁呀？上来就攀关系，谁是你姐？哎呀，宋总，是我呀，我是林子轩，早上跟您联系过的，是我让您来拿货的。哦，是你呀。刚才就是你打电话说以后直接代表林家村跟我对接。啊，对，我之前是林飞的助理，不过以后咱们林家村砂糖橘的生意啊都由我来负责，您不用再找林飞了。我算是明白了，原来不是林飞想要培养你才取消合同，而是你自己要另起炉灶，是吧？那是当然了，我才不屑与林飞这种低学历、没良心还狼心狗肺的人为伍。好，很好。宋总，现在砂糖橘已经装车完成了，要不就直接发车吧？你看怎么样？去，让人把车上的砂糖橘给我卸下来。林家村的砂糖橘，我一个都不要。林家村的砂糖橘，我一个都不要。是。宋总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在这林家村，我只认林飞。我之所以采购你们林家村的砂糖橘，也是看在林飞的面子上。既然你们今天都不屑和林飞为伍，那你们的砂糖橘我自然也就不要了。宋总，你可千万别被林飞给骗了，他就是一个黑心的商贩，一个小人。你给他1斤砂糖橘2.5块的价格，结果他给乡亲们只有2块。没错，像林飞这样吃乡亲们的血，简直就是个白眼狼。宋总，你千万要离林飞远一点。就是，我们林家村出了林飞这样一个白眼狼，真是我们林家村的不幸啊！该死的白眼狼，差点连宋总都给骗了。林飞，现在宋总就在这儿，他也知道了你在中间赚乡亲们的钱的事情，我看你怎么解释。我无话可说。看到你们，我真为林飞感到不值。他辛苦付出了这么多，结果养出你们这群白眼狼。你们只知道他赚了你5毛钱的差价，但你们知道这5毛钱是怎么来的吗？宋总，咱们村的砂糖橘，你给我2块钱1斤，我给村民们的价格也是2块钱，这加上装车卸货的费用，还有坏掉的砂糖橘，最后都得我来承担损失。这算下来，成本达到了至少4毛钱吧。你看，能不能再给我涨点价格，让小弟不至于亏这么多？想让我涨价也可以，我这刚有5个姐妹，你每喝倒1个，我就给你涨1毛钱，然后再认了你这个弟弟，怎么样？好，宋总爽快，那我就舍命陪宋总。来，喝！来，我给你买上。
你们只知道这合同上多了5毛钱，但实际上，美金除去损耗之外，林飞只赚了1毛钱的利润。人家拼命争取来的1毛钱利润，你们却要卖到2块5。你们这是让人家自己贴钱给你们卖砂糖橘吗？不就是喝点酒吗？林飞他本来就能喝，这点酒对他来说算什么呀？就是，不就是吃吃喝喝的吗？我们紫萱一样也可以。你们就是林瑶瑶和林金玉吧？你们2个知不知道，林飞每次喝醉酒之后最挂念的人是谁？宋总，不用再说了。不，我一定要说。我要是不说，这2个白眼狼永远都不知道你为他们付出了什么。瑶瑶，你爸治病的钱我赚到了。金玉，你房贷的钱也有了。好弟弟，林瑶瑶和林金玉又不是你的亲人，值得你为他们这么拼命吗？宋总，你不知道，他们2个都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是陪伴了我20几年的青梅。我愿意为他们付出我的一切，甚至是命。不就是喝点酒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呀？我也能喝。而且这1000万斤的砂糖橘，就算他林飞1斤只赚1毛钱，那还是100万呀！凭什么他林飞喝点酒就能拿走100万？子轩说的没错。哎呀，不就是喝点酒吗？我们种庄稼的，哎，我们种地的，哪个没有酒量啊？哎，只要你能给钱，我们大家都能喝嘛，是吧？啊，我也能喝。好，好，好，搞了半天，林飞为你们林家村拼命，你们却认为他在胡吃海喝。既然你们觉得你们也行，那我问你们，林飞为了谈下这个合同，缴了多少保证金？什么保证金？亏你还是名牌大学出来的大学生，连缴纳保证金都不知道。我看你读的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。双方合同为了保证供应商准时发货，保证质量，一般都要签纳保证金。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吗？林飞为了谈下合同，把你们的砂糖橘卖出去，足足缴纳了100万的保证金。一旦出事儿，这100万就被我没收了。现在你们还觉得只是吃吃喝喝就能谈下合同吗？好啊，林飞，这些年你果然是吃了乡亲们不少血汗钱啊！这可是足足100万，你居然说拿就拿出来了。刚才还跟我说钱花光了，哎，你这个人嘴里到底有没有一句实话？是啊，那可是100万呢！林飞居然能拿出100万，这些年果然没少从我们身上赚钱呢。林飞，你不是说你没钱吗？你做什么解释？好啊，那我就告诉你们，我这钱到底是怎么来的。睁大眼睛都给我看清楚！我不识字儿，你看看。现在知道我这钱是怎么来的了吗？我为了帮你们把村里的砂糖橘都卖出去，我押上了我的车子、我的房子，还有我的全部身家。我还从银行贷款贷了50万，才凑够了这100万。这就是这100万的来源。我为了帮你们，我把我老家唯一的房子抵押了，赌上了我爸妈的后半生。现在你们告诉我，
这1毛钱的利润，我该不该赚？我配不配赚？现在我说宋总只认我，你们信吗？我说这合同不是我睡出来的，你们信吗？林子轩，现在你还觉得这只是一个电话动动嘴皮子就能把这1000万砂糖橘的合同拿下吗？我亏你还是个大学生，你一个连保证金是什么都不知道的东西，你有这份实力，有这份魄力签下这个合同吗？组长，现在我说我可以让村里的砂糖橘一个都卖不出去，你信了吗？这个我列祖列宗在上，今日我林飞的所作所为，何罪之有？我林飞可曾让林家村蒙羞？我林飞可曾让林家村蒙羞？原来呀，是我们错怪了林飞。我就说林飞是个好孩子嘛，他怎么可能赚咱们的血汗钱呢？是吧？哎，对，哎，林飞，哎，既然现在这个误会都已经解除了，哎，再说咱们的砂糖橘已经装车了，你就让宋总把砂糖橘给收购了吧，乡亲们还等着这笔钱过年呢。不错，我们也不要2块5了，都是乡里乡亲的，你给我们2块1毛钱就行了。2块1，你们把我林飞当傻子吗？我付出了这么多努力，我图什么？图1分钱都不赚。我图的是我们一家人在这祠堂上受到侮辱，图我爸被挨打吧。林飞，乡亲们都已经承认是你的功劳了，也不让你帮大家卖砂糖橘了，你到底还要怎么样？他林子轩冒领我功劳，搬弄是非，毁我清白，辱我名誉。我要他按照族规鞭刑20，还有刚刚抢我爸妈东西的人，全部都要受到惩罚。大家赶紧把东西还给林飞一家。关着，快！林飞啊，东西都还了，我看事情就过去了啊。过不去，他林子轩还有他们还没受到惩罚呢，被人污蔑，被人殴打，被人抢夺，把抢的东西还回去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天底下哪有那么简单的事儿？林子轩，赶紧跟林飞说声对不起。飞哥，都怪我只想着大家的利益，没有考虑到你也要赚钱，对不起啊。子轩，没事的，是他林飞自己掉到钱眼里去的，你不用自责。林飞啊，你看这事情就算过去了啊。过不去，我说了，他林子轩犯了错，我要让他按照咱们族的族规，当着我们列祖列宗的面鞭打20。林飞，你一个大男人怎么这么小肚鸡肠啊？这大过年的事情都已经说开了，你还这么斤斤计较？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帮村民把砂糖橘都卖出去，避免造成重大的损失，而不是你跟子轩在这里喊打喊杀。就是，你是林家村的一份子，这是你的荣幸和机会，你可别不知道珍惜啊！我还真不稀罕这机会。组长，我就问你一句，罚还是不罚？哎呀，林飞呀，大家都是林家村的，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没必要咄咄逼人嘛。这样影响团结呀！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，都是林家村的。刚刚我们一家人被侮辱，我爸妈挨打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都是林家村的人？怎么说话的？林大凤，你管管你儿子，对长辈就是这么无礼的吗？在你一碗水没端平的时候，
你已经不配做我儿子的长辈了。好啊，组长，既然你们都舍不得惩罚他林子轩，要维护他、保护他，那咱们村的砂糖橘就让他帮你们卖。我来卖就我来卖，有什么大不了的呀？你林飞一个高中生都能卖得出去，我一个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卖点砂糖橘，那都是手拿把掐的事儿。再说了，我们可是有足足1000万斤的砂糖橘，你林飞为了签这个合同，把自己全部身家都搭了进去。3天时间一到，你要是交不出来货，你林飞就得倾家荡产。林子轩说的没错，你一个高中生都能办到的事，林子轩一个大学生照样能办得到。林飞，现在我们有了林子轩给我们村卖砂糖橘，嘿，谁稀罕你卖呀？嘿，你算什么东西啊？有什么可得意的？好啊，那你们就准备等着全村的砂糖橘都烂在地里。林飞，你不用诅咒我们，现在没选择的是你，不是我们。子轩肯定能把砂糖橘卖得出去，倒是你，要想在3天之内找到1000万斤的砂糖橘，几乎没有任何可能。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我们可以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只要你以2块1的价格收购，我就让大家把砂糖橘卖给你，不然你就等着倾家荡产，一家子睡大街去。你就等着倾家荡产，一家子睡大街去吧。放心吧，就算你们所有人都睡大街，我也不会让我爸妈和我去睡大街的。林飞，你别忘了你是林家村的人，你列祖列宗的坟都在林家村，为村民效力，这是你的义务。现在你能帮乡亲们，你却不帮，这就是背叛林氏一族。你别忘了，背叛祖宗是什么后果。按照祖训，背叛家族者，不但将全家踢出族谱、逐出村子，还要掘其上一辈祖坟。好，很好，你们今日算是让我林飞见到了什么叫做深米恩，斗米仇。我这么多年对你们付出，给你们修路搭桥，让你们一个个的都过上了小康生活，你们非但不感恩，还要踢我出族，掘我祖坟。你们都是一群养不出的白眼狼。这林家村，我林飞不待也罢。爸妈，带上爷爷的骨灰，咱们走，离开这恶心的村子。等一下，李飞，看在我们青梅竹马的份上，我劝你还是赶紧认个错，把砂糖橘卖出去。我保证，让乡亲们对你们一家既往不咎，你们一家还可以继续留在林家村。不稀罕。林飞，我劝你珍惜这一次机会，要不然子轩把砂糖橘都卖出去了，你就翻身的机会都没有了。到时候你不仅赔得倾家荡产，你还要被踢出族谱，赶出林家村。就看，我最后再奉劝你们一句，你们就等着全村的砂糖橘都烂在地里。爸妈，我们走。林飞，你给我站住！林飞，林飞，你要是敢走，就永远别再回来了。给脸不要脸，行，到时候不要后悔。有种的，别哭着回来求我和瑶瑶帮你。金鱼姐、瑶瑶姐，都是我的错，我只考虑了全村人的利益，得罪了飞哥，还让你们跟他闹掰啊！子轩，你就放心好了，林飞只是我跟金玉的一条舔狗，他今天做了这么多呀，就是吃你子轩的醋。只要我们不理他，不出3天，他就会屁颠屁颠的回来求着我们和好。我就不信啊，他舍得离开我们。没错，以前他就是为了吸引我们的注意，让我们多看2眼，经常用一些农妇的争宠手段，一点意义。这次我准备晾他1个月，让他老老实实的接受这次的教训。还敢跟我们生气，也不看看自己是个什么东西。我没有影响到你们就好，也希望飞哥能早点认清错误，
不要再这么耍小心思了。子轩，你有把握把咱们村的砂糖橘全部卖出去吗？那是当然了，我现在呀已经掌握了林飞手里面所有合作商的资源，只要我联系这些合作商就好了。我敢保证，3天之内我会把咱们村所有的砂糖橘全都卖出去。哎呀呀，好，我就说嘛，子轩是名牌大学毕业的，他格局大，而且这个脑瓜子灵活，好，不错，名牌大学生啊就是好，不像那林飞自私狭隘，连咱们大伙的血汗钱都贪。就是等子轩呀把咱们村的砂糖橘都给卖光了之后，这个林飞要是恬不知耻的回来，咱们一定不会让他好过。林飞，我跟金鱼已经给过你最后的机会了，是你自己不珍惜。3天之后啊，你就等着后悔吧。阿婆，这雪也太大了，要不我们先回家吧，别管这些砂糖橘了。不行，这些砂糖橘是我儿子救命的钱。你们这是在干什么？今年我们桃源村的砂糖橘还没卖出去，这不想着能把砂糖橘背到镇上去卖，碰碰运气嘛。现在就等着把砂糖橘卖了，换钱给他儿子治病呢。阿婆，你都一把年纪了，这么冷的天，你要是有个什么好歹，那可怎么办呀？阿婆，你就先别管橘子了，上车暖和暖和吧。要是我生病了，我就喝农药，一了百了，不浪费钱。哎，你是不是林家村教授林飞啊？能不能帮帮我们？能不能帮帮我们桃源村？林飞，哎呀，他是林飞！林飞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帮一下我们桃源村吧，帮我们卖下砂糖橘吧，我求你了。我们真的走投无路了，求求你帮帮我们吧，不然这年都没法过了。孩子，帮我们村一把。可以吗？老太婆给你跪下了。别这样，孩子，虽然林家村伤害了我们，但你不能丢了你的善良啊！你就帮桃源村村民一把吧。孩子，您就尽管善良，剩下的就交给天意。我们老林家人做人做事儿，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行。好，那我就帮桃源村一把。谢谢你啊，孩子，谢谢你啊。你们村的砂糖橘品相和质量都不错，我可以帮你们卖出去。价格的话，2块钱一斤，怎么样？2块钱？你说真的？你真的愿意给我们2块钱？别说2块，就算是1块，我们都卖。对，1块钱一斤，那也比烂在地里好啊。另外，我先说好了，我跟人家签的合同是2块5一斤，这1斤砂糖橘，我会赚你们5毛钱。没问题的。我是桃源村的村长，之前也了解过砂糖橘的销路，我知道想要把这些橘子卖出去有多难。之前的那些商家也就只愿意给我们1块钱一斤，还非要我们把这些橘子都包装好了给他送过去。所以你愿意给我们2块钱，这对我们来讲已经是天价了。别说让你赚5毛，就算是赚1块，那也是你应得的，我们大家伙也都乐意。是啊，我们虽然没怎么念书，但我们也知道，你帮我们卖砂糖橘，这也需要不少成本的。你需要花钱打点关系，要承担坏掉的砂糖橘损失，还有售后服务，这全都需要钱的。你不赚钱，那怎么能行呢？大家都是卖砂糖橘的，我们都懂。抛开成本之后，你最多1斤也就1毛钱的利润，这钱该你赚。什么？才1毛钱？那怎么行？不能让林飞吃这个亏。
我们就要1.5块5，1.5块5。同样都是农民，林家村和桃源村也只是隔了一条河的距离，为什么村民们的差距就如此之大？子轩，你真的有把握把咱们村的砂糖橘都卖出去？你们就放心吧，我已经跟林飞合作的经销商都约好了，明天在四海酒店一起吃个饭。哎呀，他们一听到我要请客吃饭呀，全都很客气，而且还热情无比。我敢肯定，让他们收购砂糖橘绝对没有问题。子轩，你真的好棒呀！我爹的吃药钱就靠你了。林飞，咱们走着瞧，我会像你这林家村没了你林飞一样的。等咱们卖完砂糖橘，林飞又没测过那1000万斤的砂糖橘，到时候他肯定后悔。哼，我已经开始期待他那副嘴脸了。村里现在还有多少砂糖橘？还有700万斤。太好了，整整700万斤，剩下的300万斤随便从其他村子调货就够了。哦，没关系的，你不要有太大压力。这些橘子呢，你能卖多少是多少，反正你愿意帮大家，大家已经很感恩了。不，这700万斤砂糖橘我全都要。全都要了？这可是700万斤啊！你没开玩笑？没跟你们开玩笑，现在我就找人来装车结账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呀！我儿子治病的钱终于有了。哎呀，林老板呐，你简直就是我们村的活菩萨呀！我们给您磕一个。对，给林飞磕一个。宋总，1000万斤的砂糖橘已经供货完成了。我已经听高秘书说了，不仅分量十足，还质量上乘。好弟弟，你果然让人放心。哦，对了，本来是要送您春节礼物的，结果被林家村的村民给砸了。这里有50万，算是我的一点心意。林飞，你这就跟我客气了。你赚的这些钱都是凭自己的努力和实力赚来的，我怎么能要你的辛苦钱呢？而且我也有足够的利润空间，再拿这个钱就不合适了。你有心就行了，赶紧把钱拿回去，不然姐要生气了。宋总，你要真想感谢我的话，不如请我吃个饭就好了。反正我们的砂糖橘生意已经结束了，就当庆祝一下。好，我做东，咱们去四海酒店。好。各位老总，我们林家村呀还有1000万斤的砂糖橘，以后呀还麻烦各位老总多多关照了。好说，这都小事情，我们这么多人，一人分一点，这1000万斤很快就能瓜分完的。不错，价格照旧，还是2.5块一斤，有多少我们要多少。跟林飞林总合作了这么久，他的人品我们信得过。哎，对了，林总人呢？我们还等着跟他喝一杯呢。啊。哦，他呀，我现在已经不跟他合作了。你说什么？你现在没跟林总一起干了？啊，是这样的，孙总，以后收购我们林家村砂糖橘的项目呀，都由我来负责，你们跟我对接就好了，就不要再找林飞了。你没跟林总干了，还约我们出来干什么？啊，浪费我们时间吗？不是孙总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呀？什么意思？我告诉你啊，我们只认林飞林总，至于你林子轩毛都没长齐，你算个屁呀你！我们收谁的砂糖橘不是收？而且其他村的砂糖橘更便宜，要不是看在林总的面子上，我们凭什么收林家村？没错，要是林飞林总不在，你们林家村的砂糖橘就是卖1块钱一斤我都嫌贵。各位老总，子轩是名牌大学毕业的，比林飞强多了，你们就给他一次机会吧。是啊，等将来子轩一飞冲天有出息了，在场的各位也能凭借今天这样的场合沾沾光了，不是？好，行啊，你不是要证明你比林飞林总更优秀吗？来，把这瓶酒干了，证明给我看呐！来。孙总，我不会喝酒。
你连酒都不会喝，出来谈什么生意？还说什么一飞冲天，不饿死街头就不错了。哎，孙总，孙总，我喝啊，喝呀！哎，那个瑶瑶姐，要不你来帮我喝吧？子轩，可是我也不太会喝酒啊。就当是为了林家村，为了我，帮帮我好吗？两位美女，既然来都来了，一起喝一杯，活跃活跃气氛，怎么样？对，喝一个，喝一个，喝一个。各位，我这两个妹妹不胜酒力，没怎么喝过酒。这样，我替她们喝了这一杯，怎么样？那林总好酒量啊！这你替别人喝酒，总得倒满了，对不对？马上，马上，好。倒满了，这一杯我先干为敬。哎，那我们赔一个，来一个，厉害呀，林总！哎，好酒量，林总，厉害！好酒量！林子轩，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啊？你竟让一个女人来当酒！金玉姐，我这是为了从大局出发，想要把咱们林家村沙糖局都卖出去啊！这么多人看着呢，给我点面子啊！各位老总，这酒也喝完了，您看，是你喝的吗？我们敬你酒你不喝，还让一个女人喝，就这还想要我们跟你合作，你配吗？林总可不会让女人替他喝酒，一个喝酒都要把女人推到前面的男人，你不配跟我们谈合作。走。哎，孙总、钱总，哎，你们别走啊，我们好好商量。哎呀，孙总、钱总，孙总，咱们有事好好商量啊！放开！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要合作，我们只认林飞，懂吗？孙总，哎，钱总，孙总。啊，不好意思，宋总，我不会喝酒。宋总，不好意思啊，安娜她不会喝酒，这样我代替她敬您一杯。英雄救美。好，喝一个。那我也以茶代酒，敬宋总，感谢宋总。林飞，他居然也在这儿。啊，林飞，我说那些经销商怎么不跟我合作了？原来是你提前跟他们打好招呼呀。他们不跟你合作，有没有可能是你实力不够，人品太垃圾？林飞，你就别狡辩了，你就是嫉妒子轩比你更优秀，所以你才让那些经销商不要跟他合作。这样一来，你就能引起我跟金玉的注意，就能让我后悔失去你。我说的对吧？你要求我们原谅也可以，趁着孙总那些经销商还在，你让他们回来把砂糖局都收了，然后再跪下来向我和金玉道歉，保证不再玩那些农夫争宠的手段。这样我们还有可能原谅你。你不是也说过了，林子轩比我更优秀，那你们找他帮你们卖砂糖局啊，还找我干什么？林飞，你别不识好歹，我们这是在给你机会，不然的话，你上哪去弄1000万斤的砂糖局？就是，要是没有我们的帮助，你早就倾家荡产，流落街头了。你们还不知道吧？我们桃源村早就给飞哥提供了700万斤的砂糖局，再加上飞哥从其他村收购的那些，
早就凑齐1000万金，不仅凑齐了，而且还交付了。我已经收货打款了，现在那些砂糖橘估计已经进到顾客的肚子里去了。现在周围的村子估计只有你们林家村的砂糖橘还没有卖出去。你们有时间在这里撒泼，怎么不动脑子想想怎么把你们林家村的砂糖橘卖出去？凑齐了1000万斤的砂糖橘，这不可能啊！林飞怎么可能会这么快就凑齐了1000万斤的砂糖橘啊？你爱信不信？哦，还有，桃源村的村民1斤1块5，也就是说林飞1斤赚了1块，比林家村还多5。什么？林飞赚了1000万？这桃源村的村民都是傻子吗？让林飞赚这么多钱？村民们不是傻，他们只是不贪婪，他们只是懂得感恩。况且1斤1块5的价格已经够好了，我们已经很知足了。1000万，林飞挣了1000万。金玉，林飞就是在跟我们演戏呢，你别被他忽悠了。我演戏？演什么？林飞，别人不知道你，我还不了解吗？你不仅联合那些供应商不跟子轩合作，你还联合了宋总还有阿娜，故意抬高你、吹捧你，这样我和金玉就会觉得你很厉害，就会后悔失去你，还会想继续给你亲近我们的机会。但是你错了，这样不仅不会得到我们的原谅，甚至我们还可能更加厌恶你。林飞，我跟瑶瑶从小就心思直，你要想跟我们在一起，就好好的巴结我们，歪门邪道是没有用的。没错，你现在就让那些经销商来把我们的砂糖橘都收了，这样我们还可以考虑多看你一眼。我谢谢你们的原谅，不过我不稀罕，而且我也拜托，希望你们说到做到，永远都不要再搭理我。我呸！谁要你林飞的帮忙啊？啊，给你机会，你还以为我们要求你了是吧？不就卖点砂糖橘吗？我又不是办不到，我一定会把林家村的砂糖橘全都卖出去。而至于你，你就等着我卖出去之后，你们全家人被踢出族谱吧。现在砂糖橘的收购已经结束了，你不帮他们，估计他们的砂糖橘要烂在地里了。活该。来，不是砂糖橘2块5一斤哪儿贵了？怎么贵了呀？啊！不要睁着眼说瞎话好不好呀？我们做农产品很难的，有的时候呀，多找找自己的原因。这么多年了，工资涨没涨？有没有好好工作呀？别上来就说我们砂糖橘贵。不是，你们来干什么呀？子轩，瑶瑶刚才喝多了酒，现在胃出血，必须马上去医院。你有车，我们送瑶瑶去医院好不好？不就喝了点酒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回去睡一觉就好了。但是瑶瑶现在真的很严重。你没看见我正在直播带货吗？啊！要不然这1000万的砂糖橘你来帮我卖啊？你能不能把车钥匙借给我？我那是新车，那万一瑶瑶姐吐我一车怎么办呀？呀，回去睡觉吧啊，睡一觉就好了。走走走。子轩。喝这么多呀？来，喝点水。我不要喝水，我要再睡一觉。大家今天晚上都不准走，不醉不归。我们。哎。
金玉，坚持住，马上到医院了。金玉，林飞，我只剩你快救瑶瑶。怎么了？瑶瑶白天喝了洋酒，她这会儿胃出血，我求求你，你帮我送瑶瑶去医院好不好？我求求你了。来，飞哥，我以茶代酒，敬你一个，感谢你把我们村的砂糖橘都卖了出去。以后啊，你就是我们村的大恩人。客气了。哎，林老板，您这么善良义气，林家村那些人他还容不下你，你不如搬到我们桃源村来算了。不错，干脆啊，就到我们桃源村来落户。以后你和阿娜带着我们一起致富，一起打拼。哎，林老板和阿娜村长那是郎才女貌啊！照我说，林老板，你直接落户到我们桃源村，和阿娜村长在一起得了。不错不错，咱们村刚把砂糖橘卖了，真不知道怎么感谢林老板呢。不如趁着过年，大伙儿出钱把林老板和阿娜的婚事给办了，热热闹闹，双喜临门。阿婆，说什么呢？我怎么能配得上飞哥呀？阿娜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你是大学生，还淳朴善良，林飞能娶到你啊，是他上辈子修来的福气。你要是不介意的话，咱们今天就把这婚事给定了，你说怎么样？妈，哎呀，你小子给我闭嘴！婚姻大事，父母做主。安娜，你的意思呢？啊，那我就听阿婆的。掐！好。林飞，我只剩你快救瑶瑶。怎么了？瑶瑶白天喝了洋酒，她这会儿胃出血，我求求你，你帮我送瑶瑶去医院好不好？我求求你了。哦，没事，飞哥，你就去吧。毕竟你们相识一场，你也不是那种见死不救的人。好。瑶瑶，你坚持住，你一定要坚持住。飞哥，你就不等瑶瑶醒来吗？能把你们送过来就已经很不错了，剩下的事情你们自己处理。我还有事儿，先走。你以前都不是这么对我们的。现在已经不是以前了。从祠堂祭祖那天开始，我们之间就已经恩断义绝，都结束了。可是，行了，我累了。守护你们这么多年，我累了，我也该去追求自己的幸福，为自己而活了。而且，你们不是已经有了比我更优秀的林子轩吗？让他陪伴你。我也该去追求自己的幸福，为自己而活了。幸亏送来的及时，要是再晚上几分钟的话，就算神仙来了都难救。最近几天呀，千万不要再喝了。好，谢谢医生。你好，你醒了？金宇，昨天是子轩送我来的吗？他人呢？昨天是子轩送我来的吗？他人呢？昨天晚上其实是林飞送你来医院的。原来是林飞那个舔狗啊！
看来他还想在我们面前博表现，争得好感。瑶瑶，你说我们会不会太不顾及林飞的感受了？金玉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们之前都这么冷落他了，他昨天晚上还不是把我送来医院了，证明他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舔狗。只要我们一句话，他就会屁颠儿屁颠儿的回来的。可是，放心吧，要是子轩的砂糖橘卖不出去，我们到时候再把那个舔狗叫回来不就好了？现在已经不是以前了。从祠堂祭祖那天开始，我们之间就已经恩断义绝，都结束了。他真的还会回来吗？组长，怎么了？瑶瑶啊，你爸已经好几天没吃药了，又发病了，你快回来吧。好，我马上回来。怎么了？村里的砂糖橘卖不出去，我爸没钱买药了，又犯病。不用担心，快，我们回去。滚他！我呸！你这个骗子！说好了3天内把我们全村的砂糖橘都卖出去，现在结果呢？这都3天了，你才卖了10万斤出去，还有8万斤被退货。咱们村烂掉的砂糖橘都不止10万斤呢！你是个废物吗？你们还有脸说？我好不容易才卖出这点货，结果你们发的全是烂的，人家不退才怪呢。我还没怪你们害我店铺被封呢，你们还有脸怪起我来了？坏掉的砂糖橘怎么了？又吃不死人。当初林飞都可以把坏掉的砂糖橘卖掉，你就不能？你是废物吗？林飞那是自掏腰包买了给他妈喂猪的。你也可以自掏腰包啊，把烂的砂糖橘买回去喂猪啊！我又不是傻叉，我怎么可能做亏本的买卖？我不管，林飞能把坏的卖出去，你也必须卖出去。林飞能卖，林飞能卖，你们去找林飞卖，找我干什么呀？对，是你当初答应我们，说把我们整个村的砂糖橘都卖出去。怎么，你现在卖不出去了？这个畜生！我他妈弄死你个畜生！呀！住手！没事吧？组长，瑶瑶姐，金玉姐，你们可算是来了。你们要是再晚来一步，我就被这帮刁民给打死了。林子轩，咱们村的砂糖橘，你到底能不能卖得出去呀？啊？是啊，瑶瑶的爸爸这几天都没钱吃药了，年后我还有3万块的房贷没交，我们实在是拖不起了。我本来是能卖出去的，可是林飞跟那些经销商打好了招呼，不让买我们村的砂糖橘。我现在没有别的路子呀！他林飞真不是个好东西，心思居然如此歹毒。怪不得林飞那天在祠堂说，要让咱们村的砂糖橘一个都卖不出去。原来他有这么一手。好，等我们缓过气来，我们就砸了他的屋子，挖了他的祖坟，我让他知道给我们使绊子的后果。不过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把村里的砂糖橘给卖出去呀！要是再卖不出去的话，那我们村里的砂糖橘真的就要烂在地里了哇！子轩啊，你呀必须想想办法啊！就这2天把砂糖橘卖出去，要不然咱们村就不要过年了。哎呀，可是组长，林飞他一直捣乱，我卖不掉啊！我看来要想把砂糖橘全部卖出去，还真得靠林飞了。咱们把林飞得罪的那么死，现在想他来帮忙，估计不大可能。组长，你错了。他之所以针对我们，给我们使绊子，那就是因为吃子轩的醋，以及想让我和金玉高看他一眼。
你看之前我们这么对他，金玉一个电话，那还不是火急火燎的去把我送去急诊室。现在我也只需要一个电话，他就会屁颠屁颠的回来。是吗？那你赶紧给林飞打电话，让他赶紧滚回来卖砂糖橘，限他2天，必须卖完，否则拿他试问。瑶瑶姐，都怪我自己没本事。我要是像林飞一样厉害的话，你就不用低头给他打电话了。我真的很想帮助大家，也很想给瑶瑶姐和金玉姐长脸，可是我就是做不到啊！我真的很自责，我就不是个男人。没事的，子轩，你才刚毕业，还年轻呢，之后你一定会一飞冲天。那林飞啊，连你车尾灯都追不到。可是瑶瑶姐，我一想到你要低头给林飞打电话，心里就很难受。没事的，我还扛得住呢。还有村民打你、误会你，都是因为林飞，我也会让他给你道歉。林飞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竟敢挂我电话，还想不想跟我亲近了？什么事儿？不得不承认，林飞，你的所作所为的确引起了我跟静怡的注意。你赢了，因为你的捣乱和下绊子。子轩确实卖不出去林家村的砂糖橘，所以我跟金玉决定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。你现在立刻回来把砂糖橘卖了，并且再跟子轩道歉。我们还能够重归于好。我今天结婚，没工夫跟你们瞎折腾，好自为之吧。什么？你结婚？你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，你就是我跟金宇的一条舔狗。你怎么可能跟别的女人结婚呢？你以为故意用结婚来刺激我吗？我跟金玉就会后悔，讨好你。这种欲擒故纵的手段已经过时了。我现在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现在立刻回来，我跟金玉还能够原谅你，否则我们就会生气，你就会永远失去我们了。失去你们，双喜临门啊！谢谢你。怎么办？不是你们3个混蛋挤兑人家。如果林飞不离开，咱们村的砂糖橘早就卖出去了，哪来那么多麻烦呢？啊！不错，依我看，你们3个去跟林飞赔礼道歉，请林飞回来给我们卖砂糖橘才对。该死的林飞，想要本小姐亲自去请你，跟你道歉，你也配？既然你林飞不愿意回来，那就永远别再回来了，我才不可能去找你。对。绝对不能低头，不然林飞以后只会越来越嚣张。我不管，反正今年的砂糖橘要是卖不出去，我不仅使用族规处置你们，我还要带领全村的人杀了你们家的房子。没错。行，好，我跟金玉去请林飞，顺便揭穿他要结婚的幌子，想要结婚来刺激我们。真是恶心！林瑶瑶，我可是听说林飞今天要跟桃源村的阿娜结婚了，桃源村的祠堂里边都挂满了灯笼。你们如果再不去请他回来的话，恐怕林飞再也……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累了，守护你们这么多年，我累了，我也该去追求自己的幸福，为自己而活了。不行，林飞不能跟阿娜结婚。金玉姐，等等我！瑶瑶姐，等等我！我们也去，走，走。哎，桃源村好像真的在举办婚礼啊！老乡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村今天是有什么喜事吗？那当然啦，不但是有喜事儿，而且还是双喜临门。这第一嘛，就是我们桃源村的砂糖橘全部给卖出去了；第二，
就是阿娜村长和林老板要结婚。哎，姑娘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你说什么？林飞真的结婚了？是啊，难道你们不知道吗？阿娜村长和林老板待会儿就在我们桃源村的祠堂举行婚礼仪式啊！今天啊，不但宋总要过来，连所有的经销商都要来，附近几个村的村民也过来了。我们都非常感谢他把砂糖橘给卖了。哎，你们也是过来参加婚礼的吧？我换件衣服，我马上也要去。哎呀，桃源村欢迎你们啊，欢迎！不可能，我不相信！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不准拜！林飞，你怎么能跟别的女人结婚呢？你是我跟金玉的，你闹够了没有？你们要干什么？林飞，是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正如你们所见，我正在结婚。既然你们来了，那就坐下来喝一杯喜酒，不要闹事儿。是，其实你们能来参加我的婚礼，我很高兴的，谢谢你们。林飞，你真的结婚了？你没错，今天是我儿子和阿娜大婚。如果你们是来喝酒的，我们欢迎；如果来捣乱，别怪我不给你们面子。林大夫，你怎么说话的？我是林家村的族长，我们家已经被林家村踢出族谱，逐出村子。我们的房子和祖坟已经弄出来，你已经不是我们一家人的族长了。没错，你们喝酒我们欢迎，要是坏我儿子的好事儿，我跟你拼了！你们没什么事儿，也不喝酒。既然这样，那就请回。林飞，你闹够了没有？哦，你这是假结婚来骗我跟金玉是吧？你想让我们后悔？你这样有意思吗？金玉，你打我干什么呀？林瑶瑶，你醒醒吧！林飞他是真的要结婚了，你看不见吗？你到底还要自欺欺人到什么时候？我们真的是失去林飞了，永远的失去。林飞，你不要跟别的女人结婚好不好？你不要抛弃我和君玉好不好？林小姐，飞哥现在是我老公，你在我的婚礼上如此拉拉扯扯，未免对我也太不尊重了些。林飞是我跟金玉的，你就是一个插足者。我和飞哥两情相悦，真心相爱，哪里来的什么插足者？而且飞哥为你和林金玉已经付出一切，可你们呢？你们却为了林子轩捅他刀子，把他赶出了林家。你们这样对得起飞哥吗？老婆，今天你是新娘子，别动怒，我来处理。老婆，你说过你会照顾我跟金玉一辈子的，你说过会娶我们的，这些你都忘了吗？你都忘了吗？等我毕业了，我就回来嫁给你。我也要嫁给你，我也要。好，等我以后有钱了，我把你们俩都娶了，照顾你们一辈子。嗯，快去吧。我们之间的情分，在林家村祭祖的那天开始，就已经恩断义绝了。不行，就不要离开我们，你回来好不好？只要你回来，我跟金玉就会给你多一点机会陪伴的。飞哥，你回来吧，只要你回来，我们立马和林子轩断绝关系。飞哥，请你自重，不然的话，我就只能请你们出去。
林飞，你真的要这么绝情吗？我们真的回不去了吗？是。瑶瑶，我们真的已经失去林飞了，他以后不会再关心我们了。但这都是我们的错，是我们弄丢了林飞。你们三个干点好事，咱们村的砂糖局到底怎么办？说。对呀，我们要靠卖了砂糖局的钱过年，你们俩也要靠卖了砂糖局的钱买药和交房贷。你说现在怎么办啊？说呀，怎么办？林飞，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你就帮忙村民们最后一个忙吧，你就帮我们把砂糖局卖出去。我爸吃药的钱，金宇明年还房贷的钱都指望着今年的砂糖局了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吧？抱歉啊，我正在结婚，没空。而且今年砂糖局的收购已经结束了。啊，收购结束了，那咱们村的砂糖局怎么办呢？林飞，我求求你了，你们不是让林子轩帮你们卖吗？找他呀，就算他卖不出去，你们也可以留着自己吃，或者喂猪。这么多的砂糖局，我们怎么吃得完啊？都怪你啊！如果不是因为你的话，我们的砂糖局早就卖出去了。你必须赔偿我们的损失。这又不关我的事儿，那都是林静玉和林颖要把林飞挤兑走的。要不是他们让林飞伤心的话，林飞根本就不会走，这砂糖局就不会卖不出去了。林子轩，你还是个男人吗？要不是你爆出林飞抢他的功劳，林飞会被你气走吗？我爸今年吃药的钱还等着砂糖局换呢。如果砂糖局你卖不出去，我和村民是不会放过你的。要不是你跟林金玉你们两个贱人在老子面前煽风点火，我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吗？啊！他们还有脸说？你们两个除了每天在我面前瞎嚷嚷之外，拿我当枪使，还会干什么呀？还敢打老子！他妈，今天我弄死你！我！你干什么？你疯了！还有你这个组长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！我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，全是他妈你们害的！你也给我去死吧！哎呀，组长！还有你，林金玉！林飞，是你害我砂糖局卖不出去的，我就杀了你！我林子轩持刀恶意伤人，把他捆起来，移交法办。走，林飞，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，林飞！没事吧？飞哥，谢谢你，你还是关心我们的，对吗？你想多了，我今天结婚，只是不想闹出人命而已。各位，婚礼继续。走。今日高堂华主，喜结连理，新郎新娘良缘天赐，望此后岁月寒夜有灯，风雨同伞，相濡以沫，共赴白首之约。